有人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你说了这么多的房产知识，那你能不能预测一下未来5年的房价怎么样？毕竟呢，现在的这个房产市场扑朔迷离，对吧？整个2022年放开了限制，可是人们却不买房子了。那么对于很多炒房客来讲，对于拥有多套房的家庭来讲，对于开发商来讲，都是非常难受的。作为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们更难受。我们有钱也不敢买房子，没有钱也买不起房子。那么未来5年房价到底会不会涨呢？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来进行分析一下，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我相信呢，很多人看衰这个楼市，觉得呢这个楼市的泡沫太大，未来呢房子会变成白菜价。但是说这些话的人，可能真的就是他一直没有买房子，因为他一直讲的就是房产无用论。可是呢，从事实上来证明，过去20年房地产拉动了我国的经济，而且影响了80%的行业，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。所以说大部分人是不希望房价跌的。那么作为开发商来讲，是不希望房价跌的。你可以看一看现在的现状，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，开发商在降负债。那么如果房价一直跌，老百姓就一直观望，他就更没有钱在这个市场上流动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烂尾楼只会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开发商是不希望房价跌的。房价越跌的话呢，开发商也不会拿地。那么整个源头出了问题，整个房地产市场还会好吗？第二点呢，就是银行也不愿意房价下跌。我们说呢，我们的贷款利率很低，但是我们用到最多的、最普遍的也是银行贷款，对吧？买房子就要用到贷款，那么这银行呢属于薄利多销。但是如果房价一直持续下跌，烂尾楼增多，法拍房增多，银行的金融风险就会增大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停贷的事件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银行就收不回来钱。越是房价下降呢，越是有人观望，那么银行的这个钱根本就放不出去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银行是金融机构，就是要赚钱的，钱放不出去，怎么样才能产生利息呢？还有呢，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，对吧？第一就是有房子的老百姓呢，当然不希望房价跌。很多中产家庭辛辛苦苦的买了一套房子，目前还在还着房贷，但是突然告诉你房价已经连续跌了2年、3年，甚至是4年。那么我们每个月工作挣的钱、还的钱，都让房子成了负资产，那干嘛还要还房贷呢？而之前呢，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好不容易把贷款还完了，眼看自己的财富增加了，可是告诉你房价跌了。那么对于这些有房的群体来讲，那么房子就成了一个累赘，扔是不可能扔的，卖也不可能卖的，只能够默默的承受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老百姓的财富都贬值了，那干嘛还要去创造财富呢？对于没有房的家庭来讲呢，当然希望房价跌，但是越跌越没有人卖，越跌越没有人去交易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房价下跌的时候，很多房子变得有价无市。没有房子的家庭会奇怪一个问题，明明现在房价下跌了，你拥有这么多套房子，你干嘛不降点价卖给我们呢？这样的话，你得到的钱，我得到了房子，两全其美呀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当初这个房子也是有成本的呀。房子的价值如果一直在贬值的话，那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愿意把房子呢进行贱卖。所以呢，大部分人是不希望房价跌的。可是呢，就目前房地产的情况来看呢，房价似乎已经失去了上涨的动力，对吧？我们说过去20年，人们大量的进城是需要有房子住的，所以呢，开发商遍地开花，到处建房子，而我们呢也疯狂的买。我们不是为了炒房，我们只需要呢有一个房子住，我们给老人买，给自己买，结婚买，给孩子上学买等等，这些需求我们都是需要的。可是经过这20年的发展，我们的人口进程也在变得缓慢，我们的城市化率也在变得缓慢，我们的这个需求大部分被满足，96%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，40%的家庭拥有2套住房，根本就不缺房子，所以现在交易量少了呀，对吧？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负债情况。我想问一问大家，现在有没有负债？很多人讲我有负债，我有房贷，对吧？很少你听到有人说我什么负债都没有，我车全款，我房贷全款，我车全款，我房子全款，我没有信用卡，而且呢，我还有很大一笔积蓄。那如果呢，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
那我告诉你，他活的就是相当滋润的。但是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各种各样的贷款，有各种各样的压力。而在过去20年呢，大部分人买房子都是通过银行贷款的，所以呢，负债越来越高。尤其是2017年到2018年房价大涨的时候，很多人被迫上车，到现在仍然还着6%年化率的贷款，基本上被套牢了，负债率呢已经到达了一个天花板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买房子一直奉行的就是买涨不买跌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如果说呢开发商不断的下调价格，说这里的房子便宜了，我相信呢还是大部分人选择观望，因为呢他们对于这个房价的下跌是没有下限的，你就越便宜越好，没有一个标准。可是如果开发商告诉你每平方从明天开始涨500甚至涨800的话，很多人就蠢蠢欲动了，怕再过几天又涨价，又买到了高价的房子。而现在呢市场上就是这样，大家呢都是买涨不买跌，包括呢从这个2021年的9月份到现在，已经连续13个月房价持续下跌了，所以呢交易量并不高，大家呢更多的就是观望。好了，分析完这些呢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未来5年以后这个房价到底会不会涨呢？主要呢你要看3个方面的指标，你搞清楚这3个方面的指标，你就能够明白未来的房价能不能涨了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房住不炒，增强呢买房人的信心，而且呢会有一系列的措施，包括保交楼，重新呢让老百姓的信心起来。今年上半年出现了烂尾楼停贷事件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就是老百姓伤透了心，对吧？花了高价钱，却发现呢拿不到房子，维权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没有人呢来帮咱们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宁愿冒着风险让自己的征信坏掉，也不愿意去还贷款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楼市过去20年野蛮的生长，它处于一个畸形的发展，很多事情呢是对我们老百姓不利的。那么有了房住不炒，这2年呢房价稳了，而且未来也会给你传达一个信号，就是房价不会出现特别大的涨幅，也不会变成白菜价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，房价跟什么有关？跟人口有关，对吧？人口流入多的城市，那当然它的房价会涨。人口一直处于呢流出的状态，房价自然而然的会下降。但是呢，也不要太看衰3、4线城市，3、4线城市再没有人，也不可能变成负人口或者说零人口。当这个人口下降到一定周期的时候，一定会停止。如果再有人口流入的话，房价就会进行回暖。所以呢，房住不炒，稳定了价格以后，老百姓就会想一个问题，既然房价不能够大涨或者大跌，那么我有需求的情况下我就买，没有需求我就不买。你再也不会呢在房产市场当中看到所谓的炒房客或者炒房企业了，并且呢未来可能预售制度会取消，取而代之的呢是现房销售，而且呢公摊面积可能会重新被定义。这一系列的举措呢都是对我们老百姓买房子是利好的，最起码以后呢你买烂尾楼是不太好买了。第二个方面的指标呢，就是经济要快速的恢复，保证呢实体经济的再次腾飞。那我们说呢，这几年房价飞速的发展和什么有关？和金融有关，对吧？任何行业只要有了资本的注入，那么它必定就会起飞。当初呢，这个2017年到2018年涨价去库存，对吧？老百姓的钱大量的流入到楼市当中，银行的钱大量流入到楼市当中，炒房客的钱大量流入到楼市当中，那楼市想不涨价都难。可是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面临着疫情的问题，而且呢，经济增速缓慢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呢，也提到，就是呢，要再次振兴实体经济。好了，怎么样振兴实体经济呢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。第一呢，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讲，很多的便利条件给提供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家以前呢一些企业问题可能呢办的时候比较麻烦，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
简化了，最大程度的让你不麻烦。如果你想开企业，实际上半个小时就能够搞定，而且呢还会特别的扶持你。根据呢你所开创企业的类型不同，会给予不同类型的补贴。总之就想让你呢快速的发展起来，想让你老百姓的钱包呢再次鼓起来。那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信用卡整顿了，对吧？过去呢这个信用卡是漫天飞，很多人为什么因此而负债，就是因为信用卡刷的太多了。但是现在信用卡也在整顿，也就是说呢，在全面的要降低你的负债，你会发现你的额度在不断的减少，不会像以前随随便便就给你1万甚至2万的额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要让你重新发展起来，而不是无节制的挥霍自己的青春。还有呢，第三点就是目前呢，企业贷款市场呢是比较良好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有企业，你遇到了困难，那么根据呢你企业不同，就可以呢马上得到资金。这些呢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呢这个经济在向实体方面倾斜，也就是说呢未来实体又占了主导地位。这和去年提到了经济内循环是一样的呀，对吧？我们经济内循环是需要消费的，而我们3驾马车当中呢，消费就是我们一个薄弱环节。为什么消费薄弱？就是因为我们挣的很少，我们的负债率就很高，没有多余的钱去消费。如果呢实体经济再次腾飞，老百姓的钱再次多了起来，那么负债会降低，而且呢我们在市场上活跃的钱就多了，那何愁经济不起来呢？第三个方面的指标呢，就是说人口的红利期还没有消失。虽然我们现在说少子化现象已经出现了，对吧？老龄化现象已经出现了，可是呢你要知道，从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放开了2胎，到现在我们更是放开了生育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国家呢是个14亿的人口大国，众口难调。包括呢，我们说现在的一些鼓励生育政策也好啊，其实呢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，但是假以时日，这些呢都会落到实处。很多人讲身边的人没有生孩子，但是你所看到的世界不能够代表整个社会呀，对吧？当前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生孩子的。第一呢，就是体制内的，因为他们工作稳定，对吧？有可观的收入等等，他们呢愿意生孩子。第二呢，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，有可能是做生意的，他们本身就有积蓄，而且呢有持续不断的收入，所以呢也愿意生孩子。而且呢现在针对这个生育补贴，生孩子呢是有很多优惠的，对吧？就像我们今年生孩子，说实话，生孩子我们没有花钱，而且呢还赚钱了。为什么赚钱了？赚钱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生育补贴，无非呢就是耽误精力要养孩子而已，别的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损失。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到了未来，随着我们公共福利不断的完善，包括呢生育上面的各种补贴，那么未来生孩子的人可能还会多起来。毕竟我们要知道一点，我国早就意识到了人口少子化出现以后严重性，所以说未来这个人口红利呢不会消失，只不过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呢，可能人口会稍微少一些，但是呢未来可能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？你要想到一下，当前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是由多方面来决定的，一方面是有疫情，对吧？很多人的工作呀收入啊还没有稳定，打乱了这个节奏。还有呢，我们现在负债很高，而且呢房产处于一个改革转型的阶段，所以大部分人都很艰难。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头绪全部理清楚以后，你再想一想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？好了，那么未来5年呢，综合这3个方面的指标来看，房价大概率呢还是会缓慢上涨的，而不会成为很多人心中所想的白菜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